我的妈，2024年了，居然还有剧敢拍这种土到掉渣的冥婚剧情，我直接好家伙，开局就是一座阴森森的祠堂，一个下头男正在主持大局，说他大哥车祸死了，要把江家千金抓过来配阴婚，免得大哥在下面孤单。我寻思这都啥年代了，你大哥在下面是缺个聊天搭子，还是缺个陪他打 Apex 的队友啊？镜头一转，棺材里的女主，也就是江喜月，缓缓睁开了眼。好家伙，又是我最爱的魂穿环节。原来女主是现代穿越过来的，直接穿到了这本她当年点播过的 YY 网文里，成了那个流落在外的倒霉蛋真千金。那个捧在手心里的假千金不愿意配冥婚，家里人就把她这个经验宝宝给抓来顶包了。我特么也惊呆了，这真千金的 debuff 是直接叠满了，属于是。女主这边刚搞清楚状况，外头2个守夜的龙头就开始交头接耳了，说这冥婚走个过场是为了给重病的老太爷冲喜。我直接绷不住了，用活人给死人结婚，再用这场婚礼给快死的人冲喜，这逻辑链条堪称商鞅变法，绝子。女主一听，当场就不乐意了，想当年老娘也是茅山扛把子，你们这群小卡拉米也敢在我面前吃香喝辣。只见他一个诈尸，直接把2个守门大哥吓得魂飞魄散。更离谱的是，女主之前的跟班小鬼，也就是那个刚死的周家大少爷小天，居然也显灵了。女主一看，哟，这不是我的老跟班吗？于是她二话不说，直接一套丝滑小连招，把几个家丁打得落花流水，表示对付这群小喽啰根本用不着开大。就在这时，那俩被吓尿的家丁连滚带爬的跑去找三少爷告状，说新娘子从棺材里跑出来了，祠堂闹鬼了。三少爷一脸不信，金丝楠木棺材重达100斤，人啷个可能跑出来？结果他一进祠堂，我的妈！女主正在那儿一边唱着你拍一我拍一的阴间童谣，一边跳着不知名的舞蹈，这画面骇人程度堪比恐怖片里的小丑派对。三少爷人都傻了，确认女主没死之后，居然还想让她老老实实回棺材里把流程走完。我哭死，这是什么逆天脑回路？女主直接一个白眼翻到天上去，告诉他你大哥根本就没死。三少爷当然不信，大手一挥就要抓人，结果女主直接开大，一个言出法随，让他砰的一声就跪下了，还给他上个 debuff 叫给老娘跪下，这才是真正的神级演技，强烈建议纳入霸总培训教材。女主开始玩你猜我是谁的游戏，疯狂暗示自己就是周家传说中的那位茅山恩人。三少爷虽然嘴上说着不可能，但身体已经开始哆嗦了。接着周家二哥和当家的老爹也闻讯赶来，这个二哥一出场就差把我有问题4个大字刻在脑门上了，一个劲儿的想把女主定义成闹事的疯婆子。但女主是谁呀？人家直接抛出王炸，你儿子周天浩是假死，我点了还魂香，香燃尽他就能活。老爹一听半信半疑，但为了儿子还是决定赌一把。女主趁热打铁，说要去检查大哥出事的车。果不其然，这个二哥又跳出来百般阻挠，那叫一个此地无银300两。到了车祸现场，女主装模作样的检查了一番，断定刹车被人动了手脚。他们找来了负责保养车子的陈叔，这老头矢口否认，但女主的鹰眼早就锁定了陈叔身上那块价值不菲的怀表。三少爷一看，这不是大哥送给二哥的生日礼物吗？好家伙，这波是当场抓赃啊！陈叔和二哥一看要败露，开始疯狂甩锅，联手污蔑女主妖言惑众，要求把她乱棍打死。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候，一个家丁冲进来说祠堂的还魂香断了。二哥一听，顿时来了精神，指着女主大骂她是个骗子，现在冲喜也毁了，大哥彻底没救了。他以为自己这波操作是完美补刀，实际上却是致命空大，因为接下来这一幕直接震撼我一整年。女主微微一笑说，谁说小天没救了，这香断得好。她解释道，所谓的还魂香根本就是个圈套，是他用来钓鱼执法的。他故意放出假消息，谁做贼心虚，不想让大哥醒来，谁就会去把香弄断，那谁就是凶手。更骚的是，他还在香里加了料，谁碰了香，手就会溃烂。话音刚落，一个家丁的手就开始冒烟，疼得满地打滚，当场就把二哥给攻了出来。我的妈，这波操作堪称狼人杀睾丸自爆渣狼。二哥眼看图穷匕见，索性也不装了，反正大哥死了，死无对证，他直接下令要杀了女主灭口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方水晶马上要炸了，我以为要阴谋了，结果你猜啷个？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响起，我看谁敢动他。我们那个传说中已经嗝屁的大哥，他活了，他真的，我哭死，踩着七彩祥云，
现在压力给到了二哥这边，你觉得他接下来会狼哥狡辩呢？